楚风小友，你大可放心，贾令仪只要真的在龙鳞那里，我定然会将他活捉回来，你没必要自己。图腾龙族族长还想劝阻，可是话未说完，楚风便笑道：前辈，您不带着我，我自己也会去的。其实不仅仅是贾令仪的原因，您可别忘了，您的儿子和女儿可是我的朋友，他们的事便也等于是我的事。我若真是不知道也就算了，今天这事我就在这，你说我要是不去，那不就成了胆小鬼了？听闻此话，图腾龙族族长面露为难，可是龙成宇与龙木西姐弟俩则是面面相觑，更加为难。他们本来是想与其父亲生死同行的，毕竟本来就是一家人，可若是楚风也掺和进来，他们都犹豫了，他们都不想连累楚风。龙成宇犹豫片刻，抬头看向其父亲，父亲，那要不我就不去了吧？龙木西紧随其后，我也可以不去。见到这一幕，图腾龙族族长哭笑不得，他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去，因为确实危险，可儿女与自己共进退的镜头，心里还是感动的，最起码证明自己这儿女孝顺啊。但现在来看，还真是兄弟情深呢，朋友的分量怎么好像比他这个当爹的还重呢？见状，楚风也不由笑了，他自然明白龙成宇和龙木西的打算，于是问道：你们两个真不去了？真的不去了？姐弟二人同时应道：你们两个不去，我也要去。楚风道：龙成宇和龙木西目露意外，我说了，不仅仅是贾令仪的原因，但也有贾令仪的原因，所以我肯定要去。楚风道：你这……龙成宇和龙木西都是一脸无语。行了，劝什么啊？我兄弟决定的事，谁都拦不住。你们不带我们，我们肯定也要去。此时王强开口，言外之意他也要去，我也去。白云清也立刻表态，那我也去。龙成宇和龙木西异口同声，你们这些后辈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图腾龙族族长无可奈何，但却道：那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同行。他妥协了，但却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其实楚风若要跟着，他心里反而有了一点底气，毕竟之前可就是楚风将他们救出来的。楚风的表面修为确实对这场战争而言没有任何帮助，可之前楚风的表现，图腾龙族族长记忆犹新，那等力量简直深不可测。天知道楚风体内是否还有没有那等力量，若是还有的话，那他们此战想输都难。图腾龙族族人似乎都在等待这一天，短短片刻功夫，浩浩荡荡的大军便已整齐有序地立于虚空之上，人数之多乃是遮天蔽日。当日楚风救下的人可远远没有这么多。很明显，在这些日子，图腾龙族族长将当初安全撤离以及本就在外的可靠族人全部聚集了起来，他们一直在为夺回图腾龙族做准备。集结，伴随一声令下，虚空之上那浩浩荡荡的人马同时移动，但并没有向圣地的出口而去，反而是分别向两道立于虚空的巨大结界门走入。那是两个空间世界，他们此次乃是偷袭，并非正面对决。浩浩荡荡的人马只会引起麻烦，进入空间世界，然后由顶尖强者携带，到了适当时候再发动合理进攻，这样更加安全。而在那两个空间世界入口的两侧，分别站着一道身影，其中一位便是九岐龙战之首的龙须大人，而另外一位身材极其壮硕，但面容却十分苍老的白发老头。此人名为龙圣君，乃是图腾龙族唯一一位太上长老。此人实力不凡，据说不弱于图腾龙族族长。当日龙鳞发动叛乱，他有事外出，不然以他的实力还真是难说。但龙圣君绝对可靠。龙须与龙圣君两位便是分别携带两个空间世界之人。至于图腾龙族族长这边，虽然人数较少，不足100人，但无一例外都是图腾龙族真正的精锐。九岐龙战中的龙君灵、龙葵田、龙素清等强者皆在他这一边。修武者境界差距较大，很多时候人数没那么重要，所以这3队人马，别看图腾龙族族长这边人数最少，但绝对是3队人马中战力最强的。之所以是3队人马，是因为他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龙须率领人马攻占图腾龙族重要领地，而龙圣君则率领大军攻占图腾龙族总部。当然，他们两个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确定图腾龙族那些联系好，准备重新倒戈于他们对付龙鳞的族人，到底是真的悔过，还是有诈。至于图腾龙族族长，则是率领着这些精锐前往祖龙禁地，重新夺回图腾龙族，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祖龙遗骸的完好。片刻后，虚空上原本遮天蔽日的人马已进入2个狭小的空间世界内。龙须与龙圣君将空间世界收好，来到了图腾龙族族长面前。族长，若是那些叛徒们并非真心实意悔过，老夫可否当场斩杀？龙圣君问。太上长老大人自行定夺。图腾龙族族长道。那还定夺什么？这些叛徒本就该死，若是还敢使诈，全都当斩。龙圣君此话说完，看向楚风，竟咧嘴一笑。楚风小友，老夫都听闻了，是你救了我们的族长，此次有你在，老夫也就放心了。事情发生的突然，回头咱们收拾了那群叛徒，老夫定要好好敬你几杯。一定。楚风微笑应下。楚风可还记得当初楚风出入图腾龙族，因为神兵的事，这老头还很有意见。不过楚风也不是记仇的人，他知道这老头只是为家族利益考虑，也没什么不妥。随后3队人马便离开圣地，但并非所有图腾龙族之人都离开了。
除了龙城宇和龙木西外，几乎图腾龙族的所有小辈都留在了这座圣地内。毕竟他们去真的没什么用处，但他们留下，若真出现意外，也算是给图腾龙族留下了种子。从圣地走出，楚风看了一眼金龙山脉，本来想着此次回来见一见雨薇大人他们的，但事发突然，只能下次再见了。况且楚风也觉得，若是将贾令仪一同带回来，或许也更好。图腾龙族族长一行人并未进入空间世界，而是跟随族长一同上了一艘战船。这艘浮空战船乃是至宝，不仅正常行走速度极快，在传送隧道内的速度也是极快。楚风分得了自己的房间，眼下他盘膝而坐，想继续钻研体内那块从神之时代内获得的铁片。小疯子又要去图腾龙族啊！而就在此时，一道楚风期盼已久的声音响起：“我说麒麟珠，你总算醒了。”楚风立刻睁开眼眸，面露狂喜，因为这正是他日盼夜盼的吞天麒麟。什么麒麟珠？怎么和本大爷说话呢？叫本大爷麒麟大爷。吞天麒麟道：“别废话了，怎么练个龙髓练了这么久，到底成功没有？”楚风问：“小疯子，好消息啊！那条祖龙遗骸的龙髓力量比本大爷预想的要强得多。本大爷目测，这很可能是一条真龙的遗骸，不然本大爷也不会炼化这么久。”吞天麒麟道：“别废话了，说好了，你炼化能让我突破的，到底行不行？”楚风问：“当然没问题，盘膝坐好，感受本大爷的厉害吧。”吞天麒麟话音落下，果然一股浓烈的天地能量自吞天麒麟化作的徽章内涌入楚风体内。这股天地能量是极其纯粹，可以直接用来修炼的。楚风不敢怠慢，一口气将这股力量炼化。很快，轰鸣阵阵，九色雷霆的异象于星空之中浮现，且快速移动，是在跟随楚风。这一刻，所有人都看向了楚风所在的房间。楚风小友，要突破了吗？图腾龙族等众人皆是目露欣喜。事实上，如他们所料，伴随异象落入体内，楚风的修为也是来到了九品半神。麒麟珠，你这不行啊！可楚风却有些不太满意，因为这股力量刚好就只够他突破到九品半神的，几乎一点余下的都没有。什么就不行啊？吞天麒麟满脸不解，你当初可是说好，你炼化好了龙髓，能够帮我突破2重修为的，而你又说这龙髓比你想象中的强大，所以你才炼化了这么久。那我倒是不要求突破3重修为，好歹让我突破2重，让我踏入真神境啊！楚风道：“小疯子，你说话可要讲良心。本大爷炼化龙髓的时候，你什么境界？你小子才3品半神，3品半神需要的修炼资源和8品半神能一样吗？那差了10万8千里好吗？况且你体内的血脉胃口异于常人，你自己不清楚吗？换做其他人，说不定真就真神了。但你胃口太大了，也就是本大爷，换做其他人，就算炼化再多龙髓，也别想让你一口气从8品踏入9品。不过你也别急，咱们不是要去图腾龙族了吗？你借此机会多从那祖龙遗骸里套点宝贝，本大爷继续炼化，保你突破真神。”吞天麒麟道：“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祖龙禁地？你是早就醒了？”楚风问：“刚炼化完啊，不过本大爷是什么存在，炼化期间你经历的事，本大爷都清楚的知道的。小疯子，认真的，你那外公不简单，你与他为敌，现在的实力可真的不够看。你这么想突破真神，就不能放过任何机会。此行前往祖龙禁地就是最好的机会。”吞天麒麟道：“你可得了吧，那祖龙遗骸基本算得上是我兄弟的祖宗了。上次那龙髓是龙鳞硬塞给我的，我也没办法。可你现在让我去把我兄弟的祖宗拆了，以此来提升自己修为，我楚风再丧尽天良也做不出这种事。”楚风道：“没事啊，你不做，你让本大爷做呗，你带本大爷去，本大爷出手你看着。”吞天麒麟道：“闭嘴吧你！”楚风倍感无语，这吞天麒麟不是什么好鸟，若不是因为阵法将他捆绑在自己身上，早就跑了，自然不能听他的损招。而很快，王强等人也是走了进来，他们已是得知楚风的修为突破到了9品半神，自然是不免一番祝贺。图腾龙族族长更是表示，若能夺回图腾龙族，会拿出大量资源感谢楚风，全力助楚风突破到真神境。对此楚风也没拒绝。楚风帮助图腾龙族确实与龙城宇和龙木西的交情有关，但是一码归一码，图腾龙族若愿给他好处，楚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毕竟楚风也确实需要抓紧突破，而且他之前是真真切切的救了他们，拿报酬也是底气十足的。况且一直以来，楚风真正的对手可都不是同辈中人，而是自己的那个外公谢天然。尽管自从离开东域，楚风的进步也是极快，可距离谢天染这位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之人，差距还依旧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路途后，图腾龙族等人进入了祖龙禁地所在的世界。他们并没有立刻行动的打算，反而是找了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别看明面上这里都不是图腾龙族全部占据的世界，可这只是图腾龙族的迷惑手段。因为祖龙禁地于此的缘故，这里一直以来都是重兵把守，所以图腾龙族族长他们需要等待时机，等待龙圣军和龙须的攻势发起后，这边的高手得知消息，必然会前去增援。那个时候他们在发动攻势。时间流逝，转眼距离他们来到这方世界已经过去了半日时间。可忽然战船之上有人面露痛苦，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皆是面露痛苦，表情狰狞，身体也是异常虚弱。到的最后，就连图腾龙族族长也不例外，双手捂住丹田处，痛苦地坐在了地上。可是相比之下，
楚风、王强以及白云清非图腾龙族族人却是安然无恙。不妙！这一刻，楚风等人都意识到不对劲，这很可能是一种针对图腾龙族的手段。虽不知具体原因，但很显然对方已经得逞。